胜回来了！王友军可以给我起个字吗？是王友军，王友军回来了！书生，给我家孩子起个名吧。我就是他们口中的王佑军和书圣，只不过书圣是后人对我的称赞，王佑军是我的职务而已。因为我是一名右军将军，但我的真名叫做王羲之，这就要从我小时候说起了。西晋永嘉年间，琅琊临沂，王氏望族盘踞于此，王与马，共天下，权倾朝野。医少，这天刚亮，雾又这么大，不去书房暖着读书，也不和哥哥弟弟们玩闹，为何偏要在这练字？爹，您看这横要像庭院的垂柳一样稳，这竖要像门前的立柱一样直，比玩闹有意思多了。好孩子，书法之道非朝夕之功，需守得住寂寞，耐得住清贫，更要心怀赤诚，不慕浮华。你可真的懂？儿懂，儿一定天天练字，练出最好的字，绝不辜负爹的期望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王羲之，你天天就知道练字，像个书呆子。我们都去玩捉迷藏、扔石子，你也来啊！总待在这里多没意思。我不喜欢玩闹，一笔一画写好字，比什么都有意思。没意思，就知道装清高，不就是会写几个破字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将来还不是要和我们一样，靠家世谋生？练这些有什么用？写字不是装清高，我不靠家世，我要靠自己的笔墨，立身行事，比你们靠门第攀附体面多了。哈哈哈，你可真会说大话！就凭你练一辈子字，也比不上我们一根手指头。我们走，我一定会证明我自己的。王旷深知，王羲之不像其他同族子弟，无论别人怎么议论和排挤他，他都不会动摇，因为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4个字：雄秀之气。3000遍了。先生说，写够3000遍就能出一个像样的字。这池子怎么全黑了？哎呀，这池子怎么全黑了？这是咱们后院的吃水池啊！易少，你这是把整个池子都染黑了。娘，先生说了，练字要勤奋。这池子是先生专门给我用的，这叫……你那先生说的是临池学书，不是让你把池水当墨汁用。那我明天换个池子。别管池子了，你父亲昨夜从前方传回消息，北方怕是要大乱了。从今往后，练字不只是功课，更是你在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武器。你伯父王导、王敦也快回来了，这琅琊的日子怕是不多了。兄长、贤弟，快请进。何事鬼鬼祟祟的？以后琅琊王氏就拜托二位了。以后琅琊王氏就拜托二位了。兄长，这是为何？司马睿大王不是已经同意南渡的事了吗？今日司马越太傅下令，命我率3万将士北上救援壶关。我北上之后，可以给家族和司马睿大王争取更多的时间，所以带领家族南渡的重任就拜托二位了。可这匈奴即将攻入洛阳，你此时北上，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若我等能平安无事，南渡后就在健康会合；若不能，休要胡言，我等哪都不去，就在琅琊等你。王氏一族有我等守护，怕甚？那就有劳二位了。况不胜赶进。王旷率3万大军
北上山西救援壶关，在长平大败，王旷也在此战中战败失踪。晋阳失守，匈奴铁骑已入境。兄长，我夜观天象，中原必有大祸，我们琅琊王氏要早做打算。怕什么？兵来将挡！我王敦请命北上带兵。敦哥，打仗容易，保全家族百年传承才难。我说的不是逃跑，是布局。你忘了你我二人如何答应矿兄的吗？莫要辜负了他。易少，出来。这小子，哈哈哈，偷听大人议事，有胆色。过来，过来，让伯父看看你最近字写的怎么样了。伯父，我练了1000个永字了。先生说永字里面有8法，练好这一个字，所有的笔画就都通了。8法，说来听听。策、勒、弩、略、策、略、着、电。先生说我再练3000遍就入门了。这孩子比他爹。对了，易少，伯父从京城给你带了个好东西，这是咱们琅琊临沂老坑出的砚，我托人在城南的石铺里挑的。你父亲小时候就用这种砚写字。谢谢伯父。我爹什么时候回来？你爹王晃，当年第一个向司马睿大王提议南渡的人，眼光比我们都长远。你爹可能不会回来了，但他的本事在你身上。那年你父亲领兵救壶关，全军大败后下落不明，他是为了让家族有充足时间南迁，自己留在了最危险的地方。那我爹没写完的字，我替他写。好孩子，书法之道非朝夕之功，需守得住寂寞，耐得住清贫，更要心怀赤诚，不慕浮华。你可真的懂。煎饼刚出炉，热腾腾的煎饼，来来都吃，年糕。虎子哥，你爹留给你的那方砚台不是还能用吗？干嘛非要买新的？你不懂，先生说我现在的字配不上的那方砚，我得用自己的东西换一番属于我自己的砚台。那你有什么东西能换？你有钱吗？我跟你娘学的琅琊草编，看这只蚂蚱编了3晚上呢。我们去前面的砚铺试一下。张爷爷，我要换砚台。3两银子起步，小娃娃别闹。我不给银子，我以物换物。这是琅琊最好的蒲草编的。编的倒是不错，但这只蚂蚱换我的琅琊老坑砚。小子，你知道这方砚台要多少只蚂蚱吗？多少只？100只也不够。100只也不够。去。张爷爷，他可是王家的。阿普，别说了，我王羲之从来不靠身世立足。等等，王羲之，你是王旷的儿子？你父亲当年在我这里买这方砚台时，年纪也差不多大。他说要用字来还，后来他写了幅仁义2字，至今还挂在老夫铺子里。那幅字抵得过我半间铺子的砚台。我爹的字。这个永字确实值1方易水砚，不，值2方。谢谢张爷爷，谢谢张爷爷。这可不是用草编换的，是用这个字换来的。不过我还有个条件，就是10年后你得用1方更大的字来还这方砚，到时候落款要是王羲之3个字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虎子哥，你刚才干嘛不让我说你是王家的？我爹说过，写字的人靠笔不靠姓。阿婆，你喜欢琅琊吗？当
当然喜欢啊，从小就在这儿长大，还有爹娘，还有虎子哥陪我玩，还有我最爱吃的煎饼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过年时候才能吃到的八宝豆豉。对了，虎子哥，你一定还没有喝过撒吧？撒是啥？是这世间最美味的早餐。走，我带你去尝一尝。豆豉，八宝豆豉，正宗的狼牙八宝豆豉。来，刚出锅的撒，客官小心烫。煎饼，刚出炉热腾腾的煎饼。到了，于伯伯。阿婆来啦。于伯伯，我要2碗鸡肉撒，2个香果子。好嘞，马上就好。好香啊！怎么，好吃吧？太好吃了，真的绝世美味。对，阿婆，我可能要离开狼牙了。为什么要走？你要去哪里？何时离开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听娘和伯父说北方战乱，洛阳沦陷了，好多家族都要南渡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我就不去了。我从小就在狼牙长大，我爹腿脚不方便，我还要留下来照顾爹娘呢。他们也不会舍得离开的。那你还会回来吗？一定会的，我会给你带好多好吃的。那可说好了，我等你回来。吃饱了，我们走吧。虎子哥，那你会想我的吧？当然，我会经常写信给你的。那我们拉钩。来喝酒，喝酒！易水汤汤，狼牙苍苍，君子之泽，百世齐昌。茂红，别酸了，来喝酒，喝酒！兄长，我不是酸，我是想问你，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你入府，你到底去是不去？茂红，你我心里都清楚，这北方的天马上就要塌了，匈奴人已经打到了晋阳，洛阳城早晚保不住。这时候投靠东海王是按赌注，赌他能不能撑住中原。那如果撑不住呢？那就只有一条路，南渡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鱼贯中原之势，鱼贯中原之势，危如累卵。匈奴日盛，洛阳旦夕不保。吾主张南渡，以保全家族血脉。若此信为吾妻所得，即日启程南迁，不可犹豫。况字。爹早就知道，他早就知道要出大事。易少，你怎么在这儿睡了？娘，这是你爹出征前寄来的信。娘，爹信上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们真的要走了吗？3年前，你父亲第一个站出来，力主琅琊王司马睿南渡江南，满朝文武都说他贪生怕死，骂他是逃兵。只有他知道，留下来的人才真正需要赴死。所以父亲是替我们挡在了最前面。对，你父亲一生最骄傲的事，不是他的官职，而是守护了整个琅琊王室的血脉。是时候和琅琊说再见了。娘，那我的2只大鹅，
你伯父知道你舍不得他们，给你带着了。夫人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们走吧，莫让你伯父们等急了。虎子哥，虎子哥，虎子哥！阿婆，你怎么来了？虎子哥，知道你要走，这是我娘特地为你做的煎饼和八宝豆吃，怕你走了以后吃不到了，可以带着路上吃。娘，我可以和阿婆说几句话吗？当然可以。这支笔给你，以后可以用它练字给我写信。若以后遇到什么困难，这支笔或许会帮到你。我一定会好好练字的。那虎子哥，你路上注意安全，记得常回来看看。虎子哥再见，阿婆再见。清风拂竹降落，尽是太忙。寥寥琅琊月，脚边旧厅堂。世人修一观珍珠，一世荣光。唯独执笔人闲散一窗。嫌我出榻上，不随世俗相让。且把万千心绪融进墨香。易少练了一上午了，喝口热茶歇歇吧。姨母，你看这桃花落墨，反倒添了几分韵味。再练几笔，爹说书法要守得住寂寞，只是这字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。你不妨放下手中的笔，看一看身边的景色，或许会有新的感悟。身边的景色，书法之道不止于勤，更在于物。你缺的是动静相宜的气韵。你看这池水，静则波澜不惊，动则奔流不息。书法亦如此，刚柔并济，动静结合，方能出神入化。动静相宜，刚柔并济。原来如此，感谢姨母指点。他的脖子，原来书法里的转笔和额颈的弧度是一回事。你每天面对着白鹅临池学书，我就知道，鹅是你书法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师。鹅是你书法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师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今日是池太尉择婿之日，您怎么还有心思在这练字啊？择婿之事，顺其自然。装什么装？哎呀，别转了，我自己走。哎呀！哎，看我这身怎么样？你这肯定不如我的。来，借我去。我今儿这身是新做的，上好的齐国丝绸。你那算什么？我这玉带扣可是洛阳名家打的。听闻吃太尉家的女公子才貌双全，和庶兄简直是郎才女貌啊！若庶兄此次被选中，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兄弟们啊。那是自然。我可不像某些人袒腹在这东床之上，有辱斯文。我可不像某些人袒腹在这东床之上，有辱斯文。估计啊，这王义少知道论才俊都比不过庶兄，索性放弃了。所谓才俊，心中有书即可，并非打扮成人模狗样的故作端庄。一个连字都写不明白的人，在这装上儒雅了。众所周知，师太尉文武双全，眼光独到，只会看上我等端庄儒雅之人。就你也配和我争？就是。若真是选了王义少，怕不是天天躲在姑娘裙底下，要被一个女子保护，岂不是被笑掉大牙？丞相，太尉公务繁忙，今日且派小人前来，小的也会将今日贵公子们的表现禀报太尉，交由太尉和小姐定夺。请吧。谢丞相。丞相，这位是？此乃王旷之子王羲之，公子可知今日择婿之事？知道啊。公子可知今日择婿之事？知道啊。谁人不知王义少狂傲至极，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。这般仪态尽失我王氏一族颜面。管家见笑了，
想必这位就是王树公子吧？正是，小的对王树公子早有耳闻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仪表堂堂。过奖了。今日这般场景，谁才是诚心迎娶痴大小姐的？管家一目了然。自然。衣冠束身，岂可束心？世人逢迎权贵，皆为前程。我练字修心，只为自我。规矩是世人的枷锁罢了，但那从不是我的风骨。丞相，那小的就先行告退了。有劳了。禀太尉，小的按照吩咐，已前往王府探查完毕。说来听听。果真如太尉所料，王氏公子们都有精心打扮，仪表堂堂。那你意下如何？有何举荐之人啊？依小的来看，王成之子王树或许是最佳人选。王树虽年幼丧父，但王树文武双全，相貌堂堂。相比其他公子，或许更符合大人您的择婿要求。那王旷之子如何？听闻王旷次子从小就苦练书法，今日有何等表现？王旷之子，大人您说的是那王羲之吧？今日险些闹出笑话。今日王府诸位郎君个个温文尔雅，矜持守礼，皆是上乘人选，唯有那王羲之袒腹东床，末世择婿，散漫失礼，不堪为太尉家婿。唯有那王羲之袒腹东床，末世择婿，散漫失礼，不堪为太尉家婿。那王羲之还说，衣冠束身，岂可束心？规矩是世人的枷锁罢了。哈哈哈哈！众人皆君之有违，唯独此人率性本真。世家子弟最难得者，从不是仪态规矩，而是坦荡雅仗，本心风骨。矫揉造作，皆是世俗皮囊，随性坦荡，方是名士格局。此子正是我要的女婿。爹，爹，你就这样将女儿嫁给那种风流之辈？那小的先行告退。退下吧。玄儿有所不知，王羲之乃丞相王导所器重之人，能被王丞相所看重的，绝非等闲之辈，将来必成大器啊！爹，可是女儿都没有见过这王羲之，如何托付终身？罢了，我让管家准备一幅此人的画像，改日爹带你亲自去拜访一下便知。我做到了，姨母，我终于把这个永字练出来了。15年了，这支笔是你父亲留给你的，现在终于可以交到你手里了。姨母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爹的教导。记住，从握笔到心法，该教你的我都教了，但有一条，你得靠自己走完。哪一条？找到你自己的字，不是你爹的字，也不是我的，而是你王羲之自己的字。我自己的字。小姐，那王公子的画像送来了。小姐，那王公子的画像送来了，放着吧。这就是那袒腹东床的王羲之，长大倒是挺俊俏，都说他字写得好，但脾气也大得很。字写得好，你给我找一幅他写的字来，不用字帖，随便什么留了墨迹的纸都行。啊！公子，师傅刚刚派人前来，想要公子您的字。什么字？也没说什么字，只说是看到公子的字，就能看到您的样貌。对了，公子，还有那街口卖菜的李婶儿，想请公子您再给写一副对联。
知道了，改日我亲自送过去。吃不吃包子啊？不吃了，李国。一少，喝碗粥王婶吧。不喝了。哎呦，小姐，我们这样出来，老爷知道了会生气的。他要是生气，就不会故意装作没看见。这个王羲之有点意思，自如其人这4个字太狡猾了，所以我要自己来，眼见为实。可是，小姐，您这么贸然前去王府，怕是不妥吧？这有什么不妥？他王羲之一个坦腹东床的狂生，他都不在意，我又何必故作矜持呢？快点，前面应该快到了。李婶，您的对联我给您写好了。哎呦，易少啊，你每次都帮老婆子写字，还不要钱，老婆子心里过意不去。这些菜你拿回去吃。李婶见外了，您当年就是在这街角买下我第一副对联的人，一挂就是5、6年，您才是我最大的支持者，我替您写一辈子都行。这怎么能行呢？你就是王羲之？你就是王羲之？正是。不知阁下是？久闻琅琊王家的字在北方号称第一，在下洛阳才叟孙绰，特来请教，想与王公子比试一番。不敢当，怎么比？现场命题，同写一字，由在座文士品评高下。题目：剑。那边有热闹看，走走走。哎，您慢点，小姐。这姓孙的是来找茬的，他爹是洛阳最大的书商，垄断了大半个北方的字画生意。王羲之这要是输了，琅琊王氏的脸面就丢尽了。如何？洛阳书风讲究的是气派。好字，这个剑字，不，这不是一个字，是一把真正的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笔法？王羲之，我不用任何一种笔法，我用我自己的笔法。哎，王公子，能给我提个字吗？能给我写对联吗？对联，我先来的，谁给我写？不要急，今天我王羲之给在场的朋友们免费写字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你就是王羲之？对啊。我们家小姐要写什么字，明天再来吧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们可是排了好久呢。今天的墨写完了，明天早些来。这不是还有一点吗？你都没问要写什么字，写不了又何妨？清风拂竹降落，尽是太马。那如果我要写字如其人呢？那如果我要写字如其人呢？寥寥琅琊月，脚边旧厅堂。诗人修一观珍珠，一世荣光。唯独你是？我今天来呢，是想问你个问题。那日你坦腹在东床躺着，到底在想什么？想什么？见过赤大小姐，久仰大名。我今日一见，果然才貌双全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其实赤大小姐心里应该清楚，师傅要招的不是新郎，而是一位名士。众人争的不是小姐的真心，而是吃家的权势。那你争的是我的真心。你倒是一点也不装。好了，你通过了。通过什么？通过了我的考试。来，喝酒。一少，你今天为琅琊王氏守住的，不只是脸面，还有你的将来。伯父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
什么应不应该的？要我说，直接引荐义少入仕从政。伯父的好意心领了，侄儿不想做官，被政务和礼法束缚，一心只想写好字。不是，这做官，敦兄罢了。可曾见过那持家女公子？伯父是如何得知？你那点小心思，别人不知道，为父还看不出来吗？如何？可曾相中？持家小姐才貌双全，此乃世间难得一遇的女子。好啊，好，那这门婚事就这么定了。喜事啊！来，喝酒。把这灯笼挂高点儿，再高点儿！快把这喜糖送过去，夫人还等着呢。清风拂竹降落尽是太马，寥寥琅琊月，脚边旧厅堂。世人修一观珍珠，一世荣光。唯独执笔人闲散一窗。等一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其实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婆婆，这副对联可以卖给我吗？姑娘，这副对联我不能卖。为何不卖？无妨，我可否也写一副对联挂在您的铺内？姑娘，这是为何？此人的笔法甚是独特，我想向这位素未谋面之人切磋学习。姑娘贵姓啊？我姓痴，叫痴玄。一池流年续写尽春日绵长，一生情迷亦不盼俗世琳琅。看过繁华起落人间，来去匆忙。夫人，往后我们用余生的时间相互切磋学习。王羲之，可喜可贺，恭喜太尉啊！丞相同喜啊！来来，干一个。我那日说要引荐义少做官，你为何不让我说？义少这孩子，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你还不了解吗？况兄的事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啊。况且义少淡泊名利，一心只想写字，是万万不会同意做官的。不然我去劝说一番如何？哦，施太尉有何见解？以家族使命为由，而非个人权利。既然眼里只有书法，那就掌管图书典籍。他不会不给我这个岳父面子吧？丞相意下如何？秘书郎，清风拂竹降落尽是太马。寥寥琅琊月，脚边旧厅堂。世人修一观珍珠，一世荣光。唯独执笔人闲散一窗。嫌我烛台上不随世俗相让，且把万千心绪融进墨香。是非与跌宕皆不必放在心上，自有风月相伴寻常。顺水绕亭旁，流沙夫君，这么早去哪里了？俯仰一瞬间，岁月悄然生长，不负本心便是坦荡。一池流年续写尽春日绵长，一生情迷亦不盼俗世琳琅。看过繁华起落人间，来去匆忙，唯有风骨历经岁月无恙。你醒了？听闻夫君最爱吃这馒头蘸蒜汁，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，趁热吃。今天的蒜汁味道不一样啊！夫君，你看你吃的是什么？这个狗皇帝，我琅琊王氏一族为他付出多少心血，现在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敦兄息怒，陛下也是听信了那刘维蛊惑。这等奸臣祸乱朝纲，恐怕你这丞相都快保不住了。不行，
此刻我就攻入健康，诛杀奸雄。对兄。永昌元年，晋元帝司马睿意图削弱琅琊王氏地位，逼迫王敦以诛杀奸臣的名义起兵造反。公元324年，王敦战败身亡。夫君，你刚出任秘书郎，为何陛下祭祀让你去写注版？王敦之乱后，琅琊王氏的地位大不如以前，此次应是我那丞相伯父向陛下举荐的。伯父只是想通过我的字，让琅琊王氏得到陛下的青睐，也算是为我谋一个前程吧。这朝堂中有我爹和伯父的推波助澜，这官你不想做都难。可是你知道的，入仕并非我本意，我只想和夫人一起过平淡的生活，在这山水林木之间安静地写写字，然后生儿育女，将我的笔法传承下去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侧住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王郎官的比例竟达到了这般境界。何等境界？禀陛下，小的做木工40年来，头一回见这种事。这王郎官写的注词，墨迹深入注版，已入木3分呐！竟有此事！入木3分，好字啊，好字！此人有书圣之风啊！哈哈哈。王羲之此后一路平步青云，受到历代帝王赏识，先后任命江州刺史、护军将军，掌管禁军。永和7年，任命为右军将军，人们称他为王右军。玄之，慢点跑！父亲又想试探我，孩儿已经记住父亲的教诲了，握笔要紧，下笔要柔，这叫刚柔并济。这会稽的空气果然有山水的味道。夫君，此次你兼任会稽内史，可是在那王叔的管辖内。前些日他母亲病逝，你并未前去看望，让他当众难堪，恐怕他会对你百般刁难。无妨，我只需做好分内之事，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可是，夫人放心便是。王羲之，你以为你有一双会写字的手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还不是靠着太尉和你那伯父丞相上位。王叔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那又如何？你去陛下面前参我一本，本刺史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限你3日内将所有卷宗重合一遍，若再敢有半分差池，休怪本刺史连丞相的面子都不给。哼！核查有误，在核。大人明鉴，会稽郡今年水患刚平，民生凋敝，卷宗所记皆为实情，绝无纰漏，绝无纰漏。哼，王右军啊，王右军，琅琊王氏气数已尽，你还能指望谁给你撑腰？我说过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明日本官还会来核查。臣王羲之上言于陛下。臣本布衣，自少以临池学书为乐，幸蒙陛下圣恩，拔臣于草莽。如今臣年近半百，体衰气弱，恐难成朝廷重托。臣恳请陛下恩准臣致仕归乡。臣归乡之后，必谨守臣节，不干预地方政事。祈请陛下俯察臣之愚诚，准臣所请。爹娘在上，孩儿王羲之今日立于墓前叩拜泣告，蒙父母生养教诲，自幼习书悟道，
本当守本心，引林泉，寄情笔墨山水，奈何昔日迷途入世，深陷官场烦扰。你父亲一生最骄傲的事，不是他的官职，而是守护了整个琅琊王氏的血脉。为了初心，负了爹娘平生教诲，这朝堂之中世俗纷争，人心叵测，仕途冷暖皆已看透。从今往后，我愿在此对爹娘立誓，此生决意识途，永不入世。夫君，那今后你作何打算？隐居山阴，寄情于山水之间。我想做一件有传承意义的事情，让后人100年之后，不，1000年之后都记得。那后人会如何评价你呢？春和景明，惠风和畅，邀诸位贤友共赴，会于会稽山阴兰亭，共赏春山秀水，共抒兄义情怀。藏进人间过往，一纸风摇漫过夫君，爹。献之。夫君，此次兰亭会都有哪些群贤雅致？为何不见一人？夫人莫急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来的。可是献之才10岁，叫他来是有何用意？他若不来，如何称为少长贤菊呢？重熙，姐夫，姐，阿舅，献之现在写字越来越有你爹的样子了。那我等写字有谁的样子啊？焕之、凝之，你们怎么？爹都能带献之来，为何不能邀请我2人？言之有理。妙哉妙哉啊！听闻王右军喜好临池研墨，今日总算见识到了。今日我们齐聚在这山阴兰亭休息，把酒言欢，吟诗作乐。凡是对不上诗者，罚酒3杯，如何？甚好。那王右军开始吧。好。代谢鳞次，雾烟已周，新此暮春，和气再柔。永比五余，意事同流。以谐其气，散怀一秋。妙哉！既然少长贤吉，献之最小，就由献之来接如何？啊，我，既然对不上，那就罚酒3杯。我来。庄浪豪金，朝不影眉，明心真迹，千载同归。好。一夕仙子，有怀春游，气姿颜值，既傲林秋。森森连岭，茫茫缘愁，迥霄垂雾，凝泉散流。妙哉啊！妙哉！永和9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是听之娱，幸可乐也。夫人之项羽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误言一世之内，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，虽去舍万殊，境造不同，当其心于所欲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。
不知老之将至，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以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：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？此《兰亭集序》堪称天下第一行书啊！王右军真乃书圣是也。笔滴烟云，藏尽人间过往。一纸风摇，漫过岁月风霜。笔墨成笺，旧山河如村长。独留琅琊风骨，千古自留香。风波浪汀，漫卷天地清光。回头落至蓝尽万里江乡。别那城文迈，一起傲穹苍。书生留名，不负盛世华章。横波澜汀，穿越千载流光。胸藏九河，唱起古今诗行。翰墨映山河，风雅永未央。曲水依旧，清风让。爹，为何此处有修改过的痕迹？因为啊，那日你爹他喝多了。